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《嫦娥下凡记》终极。各位看官，上回咱们说到，宗子美这小子在虹桥那儿瞧见了从画儿里头走出来的嫦娥姑娘，那心啊就跟给人勾了去似的。可谁成想，那林婆子一张嘴就要那500两银子的天价彩礼，把这穷小子的一场美梦给彻底吓醒了。正在他跟那斗败的公鸡似的蔫头耷脑的时候，他家隔壁搬来了个姑娘，叫叮当。这姑娘啊是个热心肠，用她的温柔和体贴，一点点的把宗子美那颗受伤的心给捂热了。咱们上回书说到，宗子美面对叮当的主动示好，那颗原本只属于嫦娥的心，可就跟那冰块似的，开始慢慢融化了。有这么一宿，叮当又来借火。宗子美正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想心事呢。瞧见他来了，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乐了。叮当，这么晚了还来借火？家里头灯给灭了，娘要赶着缝衣裳呢。叮当说着，那眼睛却不看火盆，老是偷偷的往宗子美身上瞄。宗子美心里头跟那小鹿在乱撞似的，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胆子，鼓足了劲儿说，要不然你就在我这儿坐一会儿吧。叮当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这不太好吧？没事儿，就坐一会儿。俩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院子里，瞧着天上的月亮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。那月光啊，跟那水似的，把叮当的脸照得跟那玉石一样白。宗子美瞧着瞧着，忽然觉得这丫头也挺美的。宗哥哥，叮当忽然开了口，那声音跟那猫叫似的，又轻又软，你是不是心里头有事儿，有喜欢的人？宗子美一愣，你这小脑瓜子怎么知道的？看你那副样儿，总是心不在焉的，跟那掉了魂儿似的，准是在想着什么人呢？叮当笑得有点苦涩，是不是那叫嫦娥的姑娘？宗子美吓了一跳，你怎么知道她的？这附近的事儿我可都门儿清。叮当那声音里透着一股子酸溜溜的劲儿，她长得那么美，你喜欢她也不奇怪。宗子美瞧着叮当眼里头那点委屈，心里头就跟那被热水泡了似的，一下子就软了。她伸出手，轻轻地拉住了叮当的手，叮当，你这丫头其实也挺好的。叮当的手软软的，暖暖的，宗子美拉着她的手，这心里头啊，就跟那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家似的，一下子就踏实了。打从那以后，俩人就跟那影子似的，天天在一块儿，有时候说说笑笑，有时候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一句话都没有。虽然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可俩人心里头都跟那明镜儿似的，明白彼此都对上眼了。有那么一天，宗子美鼓足了劲儿，问叮当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叮当的脸红得跟那熟透的苹果似的，我娘说了，得等我哥哥从外头做生意回来，这事儿才能定下来。宗子美一听，那心里头是美的冒泡，这事儿有门儿。第3章，黄金定情。日子呀，就跟那流水似的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。宗子美和叮当的感情是越过越深，俩人虽然没办那明媒正娶的事儿，可心里头早就把对方当成了自个儿人。宗子美这小子也渐渐的把那嫦娥姑娘的事儿给搁在脑后了。他心里头寻思，人家要那500两银子，我一个穷光蛋上哪儿弄去啊？何必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呢？这叮当丫头对我这么好，要能把她娶回家，那日子也错不了。有这么一天，宗子美从外头办事儿回来，正好打虹桥那儿经过。她正寻思着要不要给叮当买点什么好玩的，忽然眼珠子一转，瞧见前面有个熟悉的背影儿。她定睛一瞅，呵，这不是那嫦娥姑娘吗？她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跟那小偷儿似的，赶紧把头一低，想从人缝里溜过去。可哪想得到，已经晚了。那嫦娥已经瞧见他了，正冲他招手呢。宗子美只好硬着头皮，跟那上了刑场似的，一步一步地挪过去。那嫦娥还是跟1年前一样，美得跟那画里的仙女似的，
脸上还多了那么一股子少女的风韵。宗公子，嫦娥的嗓子眼儿跟那黄莺叫似的，又脆又甜，怎么见了我就跟那见了猫似的，一溜烟儿的要躲呢？宗子美那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先甭多说了，进来坐坐聊聊吧。嫦娥说着，拉着他那袖子，就把他给拽进了院子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那林婆子不知道上哪儿鬼混去了。嫦娥给宗子美倒了碗茶，然后坐在他对面，那双眼睛就跟两盏小灯似的，直勾勾地瞧着他。听说你要娶别的姑娘了？嫦娥忽然开了口，那语气是又轻又软，可听在宗子美耳朵里，却跟那惊雷似的。宗子美一口茶水差点没喷出来，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呀，什么都知道。嫦娥笑了，那笑声里透着一股子玄乎劲儿。那叫叮当的姑娘，人是不错。可你当真忘了咱们俩当年说下的约定吗？宗子美那脸都快皱成一块抹布了，苦笑着说：嫦娥姑娘，我可不是想忘了，实在是我拿不出那500两银子来啊。你家那林婆子话说的明明白白，没有银子，咱们这事儿就免谈。嫦娥听了，站起身，一声不吭地进了里屋。没多大会儿功夫，她手里头拿着一个小包袱又出来了，轻轻地放在了宗子美面前。你打开瞧瞧。宗子美是稀里糊涂地打开一看，那眼珠子就跟那要掉出来似的，里头是一锭黄澄澄的金子，在灯光下闪着光，少说也得有10两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拿去给林婆子，就说是聘金。嫦娥说的平静，可那双眼睛里头却透着一股子焦急。宗子美赶紧把包袱推回去，跟那烫手山芋似的，不成不成，我可不能要这玩意儿，我已经答应了叮当了，再说这金子这么金贵，我哪儿能收啊？嫦娥瞧着他，那双眼睛里头忽然就有了泪花。宗公子，你可知道，我等这一天，等的心都凉了。打从那天在林婆子家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这1年来，我日里头想，夜里头盼，可那林婆子把我看得比那眼珠子都紧，不让我出门半步。嫦娥那嗓子眼儿都有些颤抖了。这金子是我攒了许久的私房钱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我知道你跟叮当的事儿，可我也知道你们俩那事儿啊，成不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往后你就明白了。嫦娥说着，忽然听见外头远远传来讲话声，那声音跟那脚底抹油似的，急匆匆的过来了。林婆子回来了，你快走吧，把金子拿着，明儿个就让媒人上门提亲。宗子美还想说什么，可嫦娥已经把她推出了门。她拿着那包金子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就跟那揣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似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回到家里，她把这事儿的原委跟叮当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叮当听了没吭声，就那么静静的坐着，过了老半天才开了口：宗哥哥。叮当那声音跟那蚊子哼哼似的，又轻又小，你拿着那金子去娶嫦娥姐姐吧。什么？宗子美一听，以为自个儿耳朵背了。嫦娥姐姐那么在乎你，连这么金贵的东西都能拿出来，我算个什么东西呢？叮当的眼泪跟那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直往下掉。再说了，他说咱们俩那事儿成不了，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你去吧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怨你。宗子美这心里头就跟给刀绞似的，难受极了。叮当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不能对不住你，你不娶她才是真正对不住我呢。叮当拉着他的手，那眼神是又怜爱又决然。我啊，早就知道你心里头还惦记着他呢。去吧，我真的不会怨你的。第二天，宗子美真的请了媒人，带着那锭金子找林婆子提亲去了。林婆子一瞧见那黄澄澄的金子，那双眼珠子都亮了，二话没说就把这门亲事给应下了。没过几天，宗子美就热热闹闹的把嫦娥给娶回了家。
新婚之夜，嫦娥穿着那大红的喜服，美得跟那画里头走出来的仙女似的。她瞧着宗子美，俏皮地说：“叮当那丫头，人倒是不错，改天我得好好谢谢她。”宗子美一听，心里头还是有疙瘩，问道：“她说你早就知道咱们俩那事儿成不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嫦娥只是笑了笑，那笑声里透着一股子玄乎劲儿，往后你就明白了。现在嘛，咱们俩把这小日子过踏实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打从这天起，宗子美的日子就跟那神仙似的，过的是舒坦。嫦娥不但人长得美，还特别会持家，家里头的银钱就跟那从天上掉下来的似的，一天比一天多。更神乎的是，嫦娥这媳妇啊，还会变那戏法儿。娘子，你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本事啊？宗子美好奇地问道。这个吗？嫦娥神秘地笑了笑，那笑声跟那水波似的，这是个秘密。等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宗子美也不再追问，反正这小日子过得这么美满，老婆又这么好，管他有什么秘密呢？可这小子哪儿知道，他这段神仙日子就跟那夏夜的流星似的，一闪而过，很快就要到头了。嫦娥这身子骨儿里的秘密，还有那神乎其神的本事，把这宗子美的小日子给过得跟那神仙似的。可他那句往后你就明白了，里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段瞧着跟那画里似的姻缘，到底能不能长久呢？好了，今天这故事就先说到这儿，下回书《嫦娥下凡记》咱们接着给您唠。